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我们今天一样继续我们的这个看图说话。今天已经到了第92课了，这个一共108课，也没有太多剩下了。那么我再次强调一下，每次做这个看图说话的时候都要重复一遍，这个图形插图是从这个萤石陪你缠成说禅有这个地址，这是师兄和师姐他做的，我们只是借用一下，版权是这个萤石陪你缠成说禅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92课，中枢震荡的监视器，2007年12月27号。禅师这个中枢震荡监视器，我在做直播解盘的时候也经常提及，就是那个中枢的中轨，对吧？这有一个中枢，然后这有一个中轨，这就是中枢震荡，中枢一半的位置称为震荡中轴。而每一次次级别次级别震荡区间一半的位置，依次用 Zn 表示，也就是这里这个 Zn。当然，最标准的状态就是 Zn 刚好等于 Z，就是这个次级别的这个震荡刚好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中轴这个位置，这是很特殊的例子。显然，Zn 在 Z 之上，说明这个震荡是偏强的，反之偏弱。我一直也跟大家提及，这个中枢中轴之上是多头强，多头控盘或者多头偏强。那么反之，在这个下面的话就是空头强，对吧？就是你要知道现在是多空的一个强弱状态。震荡的中枢区间是 A 到 B，就是这个大 A 到大 B。那么 AZB 这三条直线刚好是等距的。Zn 的波动连成曲线，构成一个监视中枢震荡的技术指标，对吧？你每次震荡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震荡的大小，它可以大也可以小，那么你找到它这个中轴的位置，这个中轴就次级别的这个中轴的位置，在这个 Z 之上，那肯定是强势，对吧？一般来说，这个指标是一个监视，这里存在一种必然的关系，就是最终 Zn 肯定要超越 A 或者 B。为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就永远不会出现第三类买卖点了，这是显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震来震去的时候，那像这个位置，它这个中轴就没有回到中枢里面来，对吧？那么这个位置就成了300了，就是这个中枢的300。那么继续往上走，这个次级别的这个中轴这个位置，这个是越来越强的，对吧？它就是选择方向了。我们再一看这个，还是第92课，有了这些知识，对于中枢震荡的可介入性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对吧？就是你现在知道现在是谁强或者谁偏强，那么你就多强你就做多，空强你就做空，或者说你就不喜欢做空的话，你就观望嘛。对于买入来说，一个 Zn 在 Z 之下，甚至在 A 之下的，就是说在这个下面，对于介入的风险就很大。也就是万一你手脚不够麻利，可能就被堵死在交易通道中，而不能顺利完成震荡操作，对吧？所以说你要选择在中枢的下面，但是它这个震荡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就选择介入做多的话，那肯定风险比较大。同时，那些 Zn 缓慢提高但又没有力量突破 B 的，要小心其中蕴藏的突然变盘的风险。一般这种走势都会构成所谓的上升楔形之类的诱多图形，就是这种，它也在这里震，对吧？这也是这个中枢也在这个中轨上面，但是呢，它这个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所谓禅师说那个楔形。其实你要用这个缠论的话，就是有进入段了，然后这是中枢，但是这个离开段也打了高点了，但是呢没有力度，就很容易变盘。像他说的是一个诱多，给做了一个多头的一个陷阱，对吧？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比较力度的。离开段跟这个背入段，那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一下力度，然后再看这个离开段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已经很饱满了，以这种方式来更精确的抓到这个小拐点。一般这种没有力度的，
什么叫有力度？我也多次提及，这一定是它的次级别，就这段的次级别，我们用红色表示的话，一定是这种浪形模式，快速往上拉升，或者说你有中枢也可以，就这段的次级别你有中枢也可以，但是它的离开段一定要强，你这样的话才有力度，不背驰的话才有可能出现第二个，然后再上去，对吧？所以说一定是，小周期里面一定是非常有力度的才可以。好的，这是第101课的插图，101答疑一。最强的情况，这个主要讲的是这个一二类买卖点，主要讲的一类买点和二类买点它的这个强弱，对吧？你是这个，它也其实就做了一个分类，对第一类买点和第二类买点做了一个分类。最强的情况是什么？第二类买点刚好构成原来下跌中枢最后一个中枢开始的震荡走势的第三类买点，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2、3买重合的状态。就是说，它走到这里的时候是有一个回落，这个2买是没有问题的，对吧？2买肯定是没有问题，前面是1买。那么3买怎么来呢？这个是借用了前面的这个中枢，你把这个中枢借过来，那么这样的话不就有一个中枢上沿了吗？那回不到中枢里面来，那就是3买。所以说它是2、3买重合的这么一个买点。所以说这其实就是禅师之前说过的一个中阴段。中阴状态。现在这个，因为后面这一笔还没有生成呢，或者说后面这个中枢状态还没有，对吧？你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所以说你需要借用前面这个走势类型。如果说你从这里断开的话，你如果说想用非同级别分解左右分的话，那么右侧它只有干巴巴的，比如说一笔上一笔下的时候，你是有一个2买，但是还不能够更明确的表达它的一个强烈状态，对吧？你只有借用前面这个走势的这个中枢过来，我才知道哦，它原来也是一个3买。那这样的话，2、3买重合的这个买点才是最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借用一下。那么最弱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二类买点跌破第一类买点，一般说呀，1买就是这个最低点。一般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但是在禅师这里面的话，第二类买点也可以跌破第一类买点的，就是其实就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如果说这个当成这个起跌点的话，就是一个1、2、3段，1、2、3段出现背驰了，也就是第二类买点比第一类买点低，这是完全可以的。这里一般构成盘整背驰，后面对应这从顺势平台到扩张平台等不同的走势，这是后面的课程会说到，对吧？其实就是它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周期的一个震荡，那么这里面的这个2买跌破了1买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般都是选最低点。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又回去了，你看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它又拉回去了，其实还是在做中枢震荡，然后又出了低点，我一般把这个当做这个1买，然后这个再不跌破这个位置，哎，这个我当成2买，一般我是这样子。一般就不会说，我又跌破了这个，它当2买，而前面这个1买，一般不会这样。这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定义问题，在我们实际交易中，这个问题并不大。你这里选1买，这当1买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对吧？只是在学这个理论的时候，你要清楚，2买也可以比1买低。还有一般走势，也就是前面两种之间的走势，这种情况下，第1、2、3买点是依次向上，一个比一个高。那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就是这个2买没有跌破前面的1买，对吧？然后开始走这个向上。所以说就是这个3种情况，哪种是最强的？肯定是2、3买重合是最强的。那么2、3买重合的这种买点，你即使判断错误的话，也应该尝试。你可以用仓位稍微小一点。因为一旦对的话，那这个后面就是一个，如果说不背驰的话，那更牛了。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个等比例了，甚至背驰，那也是出了这个高点之后，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出来的。所以说2、3买重合的这种一般比较少，只有非常强势状态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一旦被你发现的话，就不应该错过它。当然，它也是可以各个周期的，不是说，我日线出现了，因为级别越大，它出现的可能性越低嘛。对吧？级别越小，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所以说就看你能不能够在你想交易的周期里面发现这种。还有就是说，我之前跟大家常提的，如果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1分钟的，就是 EF 1分钟，1分钟如果说出现这种图形的话，往往都是变盘的
明显的一个标志。我前面有这么一个两中枢的一个趋势下，然后我一笔直接就突破了这个中枢，那么这是一个最强势的表达。我用一笔就直接干到你前面这个中枢的上面去了，上沿的位置，这是这个最强的转势表达。一旦出现这种的话，如果说你是做日内的话，你肯定要进的，因为它一旦出现这种强势表达的时候，非常明显，就是这个 K 线呢是，一个比一个高的往上走，一点回调都不给你。所以一旦发现这种非常强势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其实是可以用小仓位追在这里面的，因为你不知道它这里能涨到哪儿去的，对吧？所以说一旦你发现了，我说的这个前提是1分钟周期，就是最低周期上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这样去操作。但是大周期的话就不建议了，对吧？大周期你那个它完全是也是它的内部结构就比较复杂了。但是如果说出现在1分钟上的话，你是可以往里追的，这是有区别的。我在这里强调一下。所以说1分钟上，如果说一旦发现这种强势表达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短周期上它要变盘了。所以说你一定要转变你的这个思路。好的，我们再往下看第103课，学屠龙术前先学好防狼术。其实这个我们在直播中也多次提及，什么呢？就是这个零轴 MACD 的零轴，我们来看一下禅师怎么说的。这防狼术，其实在上面的课程都有提及，这里再一次综合的总结，看好了，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MACD 指标，零轴分为多空主导 ，MACD 零轴。也就是说，一旦 MACD 指标陷入零轴以下，那么就在对应的时间单位的图表下进入空头主导。如果说它快慢线到零轴以下了，那就是这个空头主导的。各位请自己去看一下大盘的60分钟，这就是这个上证指数60分钟，5200点 MACD 跌破零轴并反抽确认，5200。跌破零轴，反抽确认后，移植到现在的3点，对吧？一个下跌，然后慢慢爬到这个位置，又到零轴这个位置了，但是没有上去。这里短暂上去了，但是没有力度，这是一个反抽确认。然后又继续往下走，到了这个3000多，对吧？你这个反抽这个位置也应该是在4700多，4700左右。然后没上去，没有力度，又下来了。5200 MACD 零轴，跌破零轴并反抽确认之后，一直到现在3000多点，一直就在零轴下逛荡，期间产生多大的杀伤力？难道各位自己没有体验吗？对吧？就是说零轴以下的话，你要做这种反弹的话，都是刀口舔血，就是它是逆势嘛，因为它是在一个空头主导，所以这种反弹可能都是这个弱势反弹，就是或者说熊市里边的反弹。那么有能力你就参与，没有能力的话，你看它很短，但是它下跌的时候时长非常长，而且是一种阴跌状态，你发现没有？这就是熊市典型的熊市节奏。我之前跟大家常说，美股里面是快跌慢涨，你会发现这个这个熊市里面是快涨慢跌，这1、2、3、4、5、6，哎，6天，然后慢慢跌，阴跌，看到没有？然后快涨，阴跌，哎，你一旦发现这种的话，它明显是在一个快速拉升，然后慢慢缓慢那个回落的状态下，你应该警惕了。你放到个股里面也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节奏，但是大盘里面更明显。好的，再往下看啊，那么插图就这么就只有这些了。今天已经到103课了，一共是108课。那么插图还有几个，我们就结束这一系列的这个看图说话了。我们来看一下下周。那么下周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周3有一个这个 ADP 数据。我看新闻上说，虽然说下周也不保证美国政府要开门，但是呢，好像这个 ADP 数据能出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看有一些新闻，那个有报道说有可能会出来这个 ADP 数据，对吧？因为现在市场上还是压住，12月份美联储继续降息，但是呢，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利率决议答记者会上，美联储主席他说话是偏强硬的，那么对12月份是否能够降息，现在还不确定，对吧？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开始有回调的原因。但是市场还是倾向于要降息的。但是最重要的看就是这些数据啊，ADP 数据啊，什么非农数据啊，PCE 数据能不能够出来？因为现在美国政府还是关门状态，但是这个数据应该是要出来的。
所以说下周三我们需要这个关注一下这个 ADP 数据。然后周一啊，这些什么制造业指数啊，还有这个周二的这个都不一定能出得来，但是呢，也要关注一下。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对市场肯定是有波动的。还有下周这个财报还在继续，虽然说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七姐妹都已经出完了，但是还有一个英伟达还没出呢，对吧？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那么下周我们看一下下周一这个 Palantir 这个比较那个什么有意思，是盘前 AMC 代表的是盘前。那么这个在周二我们看还有其他的，有这个辉瑞的，然后这个 Spotify、Uber，然后盘后 AMD、Marathon。然后还有这个Super Micro Computer，这都是跟那个 AI 相关的，这做制冷的，还有这个 UPST，这个也是在频道里面很多人问这个，对吧？然后周三，麦当劳，这个诺和诺德做那个减肥药的，然后还有 ARM 跟芯片跟这个设计有关的，还有这个Qcom 就是这个高通Snapchat，然后周四，Airbnb 对吧？然后周五的话就没有什么了。所以说周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周二有 AMD，这是比较重磅的，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的。然后周三还有一些。那么我们今天因为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分析的比较多了，那么今天我们会选一些这个做要出财报的这些简单分析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品种，先看一下标普。标普的话，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个个股比较多，所以大盘我们简单看一下。因为这个11月份已经那个10月份已经过去了，那么马上下一周就要进入11月新的一个月交易了。那么在月线上非常强势，现在10月份已经涨了2.27%，对吧？没有任何迹象出顶分型，下周看有没有是一个包含关系的这个 K 线，还是说要出现一个新的低点？如果说出现一个新低的话，就是说跌破10月份的低点的话，那才会出现月线的顶分型。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对吧？那么我们就继续等待嘛。那么次级别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够饱满充分呢？对吧？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在它出现顶分型之前，这个内部已经有图形了，我们需要跟踪一下，熟悉一下。这样的话，等待它出现顶分型之后，我就非常熟悉它的结构。那么在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从这个3491大 A 中枢、大 B 中枢两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上。那我现在关注就是这个大 B 中枢。针对这个大 B 中枢呢，还没有出现三买或者出现三卖，对吧？没有出现三买和三卖之前，它就要维持中枢震荡。它可以再拉回来，也可以。就是说这个中枢现在没有办法说它震荡结束，没有出现三买和三卖呢，是肯定是有回调的，但是什么时候出，没人知道。那么如果出现了，现在这个本周收的这根 K 线呢，你发现没有，是这样一个 K 线，上影线非常长，上影线相对的比较长，然后这个下影线是比较短的，这是偏空的一个状态，对吧？相当于你向上冲，然后被打压砸回来了。那么下周的话，如果说出现这么一根 K 线跌破刚刚过去这周的低点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周顶分型。那么就看它出现这个周顶分是一个强的周顶分，还是一个弱的周顶分，对吧？强弱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怎么判断？就是这个是否是这个第三元素是不是要跌破第一元素的低点？那么跌破的话就是强顶分。那么强顶分和弱顶分唯一的区别就是强顶分更容易出现这个一笔回落，但是这个没有100%对应性。看前面这里，这个位置就出现过强顶分，这里其实是出现过强顶分一次的，但是也没有出现回落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只能是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出现强顶分了，我要多注意了，对吧？这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需要说一下。然后这是在这个周线上，那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什么呢？就是周线上这一笔内部结构跟我们刚才从月线上下来的情况是一样的，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也是不是够饱满呢？是不是跟我们的模型相比较，跟模型比较那个是不是什么进入段、离开段都有啊？中枢的构件是不是都有啊？对吧？这样来比较是不是饱满？然后我们看现在这个日线上这个结构，那么这个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4835。但是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说过，它这个结构吧，走得非常强，就所有的现在全部都是从4835上来的。这个用3小时看的话是比较好一点。我在周五的时候提过一句，4835上来这个点位，在3小时的话是3个中枢，3个中枢高低点没接触，一个3小时趋势上，这种在3小时上这种相对偏大的周期能出现3个中枢的都比较少见的，只能说明这个动能特别强，对吧？有一些回落，但是呢不影响继续往上爬升，哎，所以说它每次回落之后又上去了，只可以说明什么呢？美股的一个动能有多强啊！我们现在关注就是最后一个中枢，方法一样，跟最后一个中枢现在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因为它刚刚有可能出现300，对吧？这个300回落是够一笔了，在3小时上，但是呢还没有出现新的一笔结束这一笔呢，它完全可以是继续往下延续，再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继续震，也可以啊，对吧？所以现在就看这一笔什么时候首先要结束。那么我们之前测过有黄金分割，从这个起涨点，从这个6593。那么如果说到了这些位置，不到这些位置直接拉上去也可以啊，那就更强了，对吧？所以说就关注这些点位，给到你一个类似，红绿灯，我到了红绿灯，我要先观察。虽然说现在是绿灯吧，到了红绿灯那儿我要那个往前开了，但是如果说堵车的话，你可能也速度也起不来呀，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当下的路况的，到了路口的这个位置，看路况一定不要忘了什么是路况，内部结构。那么在本周期的话，就是在这个周期，我先看有没有底分型，只有出现底分型才可能转折的。任何的转折，在上面的话就要有顶分型，在下面就要有底分型，对吧？有底分型了，我其实才需要去观察。如果说连底分型都没有，我连观察都不需要观察，因为它可以继续往下延续，直到出现底分型了才有可能转折，才触发你去观察。所以说，没有底分型的时候，我看都不看，因为它不可能转折。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双触发，首先要有底分型，然后我再看它的内部，就是路况了。内部是不是够饱满呢？调整的是还是说像这种浪形的模式？那肯定没结束啊。浪形模式说明它的动能强啊，说明这个下跌的这个动能没有被消化，对吧？即使有反弹的话，可能构成了一个中枢，然后继续下。所以说一定要这个2个周期来，好处就是能让你更接近这个拐点，因为你买了就涨，一卖就跌，那是不是最爽的？对你这个心理的考验也是最小的。好的，那么下周的话，我们就关注3小时，针对这个中枢它怎么选，是要拉回来，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个 ADP 数据。那么如果说拉回来的话，那就是在继续震；不拉回来，你就要关注它是如果说上去的话，那就要关注什么呢？就是盘整背驰是不是要出现了？但如果说力度很强，没有背驰，那就可以出现5段也可以。所以说这就是在这个3小时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在这个说下周要出财报这些呢，我简单先说一个，因为这个特斯拉比较特殊啊。虽然说特斯拉的财报已经都出完了，但是呢，特斯拉现在有一个事儿，就是在10月6号，也就是下周四，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那个特斯拉的股东在投票，就关于什么投票呢？就关于特斯拉的这个 CEO 伊隆马斯克，他的这个薪酬是不是要给他这个 1 trillion 的这个 pay package？那么这个现在在投票，是不是能不能够通过？为什么要提他一句呢？因为那个他没有财报，那么下周如果说周四我们也没有这个直播，大家就要关注。如果说你手里有这个特斯拉的话，如果说这个投票不通过的话，那么那个马斯克要威胁要离开特斯拉。那他如果说要离开特斯拉的话，那这个股价肯定是暴跌的，对吧？而且它这个图形现在处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关键。这是214，现在看的是日线，进入段构成中枢，这是7笔的这个中枢，不到9，然后又上去了一个回撤，哎，构成一个300，针对这个中枢是出现一个300了，然后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对吧？现在它所有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结构可上可下，现在这个位置，它如果说通过了，可能这个刺激这个特斯拉的股价能够继续往上涨一涨。但是，一旦往上走的话，你要注意突破这个470.75，就是是不是要背驰了？因为它一旦力度没有前面这一笔高的话，就会容易出现背驰。你看它这个 MACD，
如果说 MACD 没有力度的往上拉的话，虽然说是空中加油，但是没有力度。快慢线的这个高度没出来，现在都，然后柱子的长度伸长，如果说没前面的话，就很容易被吃，就是这三段，这个地方很容易被吃。如果说突破了407.5的话，这是一种情况。如果说不被吃的话，这个力度一定要强。比如说我也要跳空缺口，给一个跳空缺口往上走，像前面这里有跳空缺口才可以，对吧？这是这个出现这个突破新高，突破407.5。如果说这个不能够通过投票，那就可能直接就一个跳空缺口直接往下砸，往下走，对吧？那就走反向了，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从470.5就断开了，左边是一个大周期的1比上，然后右侧的话是一个3比，首先这第3就不被持，那你就要小心了，那可能是4和5就后面就调整就大了去了，对吧？所以说在10月6号之前。或者说10月6号当天，因为10月6号可能还可以投呢，可能11月7号才能出这个财报。然后最有意思的是10月7号还是我们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10月7号是立冬。如果说你用那个传统的这个阴历的话，10月7号是立冬啊。那么这个就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时间点吧。那么如果说出现坏消息的话，那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是这个股东的话，我建议你关注一下这个10月6号这个投票。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赌他要这个通过的话，那你的仓位啊一定要自己去调整一下。所以说，这个需要这个注意的。好的，简单说一下特斯拉，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主要说一下要出财报的这些，先说一下 AMD。10月4号，对吧？下周二。那么这个在周五的时候，我其实简单分析过这个。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吧。首先，月线上它是没有脱离月线这个大中枢，月线这个中枢它现在其实是在走离开段，对吧？你说它这个离开段，能不能够拉回来？理论上是拉回来没有问题啊，对吧？理论上它是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它这现在已经涨上去非常多了。如果说拉回来力度不够强，那可能会形成一个300之后再上去。但是呢，从这个76.48，现在这个走势非常强的表达，MACD 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状态。虽然我之前我那个说过多次，就是我个人呢，因为我用的是这个咱们缠论这种3个维度的选股。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才是技术面，对吧？前面2个我就会把 AMD 过滤出去，我是不会去长期操作它的。所以说，在我这里是不会这个，但是其他人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自己选去做它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是说它的图形上，这个图形上表达现在是非常强的。然后这一笔，现在最高点267.08，对吧？现在这个月线上，尤其10月份。大涨了58%呀，10月份大涨了58%。那么下一个月，然后出财报的话，就看它那出现，如果说不太好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包含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你如果说直接跌破这个低点，那就太夸张了，对吧？跌50%，那就太夸张。所以说这个出现包含关系就非常正常。如果说财报也非常好，大家这个预期也非常好的话，那再次出现一个那个上冲。那就更厉害了，对吧？这就是月线上，我们再跟周线起涨点76.48三段，对吧？我们现在要测一下第3段跟第1段的力度比较。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259.39，259.39，刚好是等比例。那么在本周的话，刚刚过去这周是尝试突破这个位置，但是又被砸回来了。那么最高点突破到了267，所以说259.39在周线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下周如果说能够再次突破的话，那肯定要站上这个等比例的一个位置。相反，如果说财报不好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周线顶纹形。那么又在这个关键的位置出现周线顶纹形，你要密切关注，后期是要回落一笔，还是要怎样？但是如果说要回落一笔的话，那你要关注就是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186.65。碰不到的话，还可以有第5段，对吧？所以说回来永远不是坏事，那就看你是不是要拿着你的那个仓位过这个财报了，这就是一个个人选择了。如果说
从现在的价格，我们可以测一下，把这个清掉，然后测一下它的回落。如果说要到0.382，对吧？那就是30%左右，13%。那么到0.5，20%到0.018，25%左右。所以说，如果说跌13%的话，就是到了这个0.382这个位置，那你要注意了，对吧？可能有支撑，是不是有一个快速拉升？这就是针对这个 AMD 的周线，我们再简单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上，就最后这一段的内部结构，应该是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啊，它在日线上根本就没有结构，日线上就一笔，日线上就一笔，1小时上结构是非常的丰富啊。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这个是起涨点149.22，下面有一个中枢，我这里标了一个9，意味着这是一个9段升级的一个中枢。然后上面又有2个中枢，但是呢，你会发现高低点有接触，升级了，这是一个扩张的中枢，跟下面的中枢一样，2个中枢的级别是一样的。那么就看这个最后这段了，现在这个回落现在也够一笔了，对吧？那么如果说因为是2中枢的这个上涨一个趋势上，它随时可以结束的，对吧？它也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然后掉头也可以。所以说，如果说只是突破前面的高点的话，4.13%。然后如果说突破了这个高点，但是没有力度，因为你从这里先比较这个针对最后这个中枢，我要看它这里是不是有背驰，对吧？然后再用我之前那个朋友们在频道里面也问过，就是如果说出现这个扩张的中枢，你怎么比较？其实就是比较进入段，然后从这个比较离开段就好了嘛，对吧？所以说就是你扩张之后如何比较，那一定要有前面这里是一个大的跳空缺口啊，这个力度太强了。如果说后面没有那么强的力度的话，就很容易被吃。所以说，针对 AMD 的话，就是因为它起码这个结构是相对饱满的，那么你在期望它后面再有这个多少的一个涨幅，那么目前看啊，希望并不大，可能性并不高。还有这个 MACD，MACD 现在刚好是你看它这个，这里面是有一个那个很大面积的上涨，然后后面面积变小了，然后这里呢，虽然说还没有掉头向下吧，但是偏缓或趋缓的一个状态，所以，结合 MACD 的话，倒不是说它这里立刻要这个跳水，只是说它表达性这个不太强。这是针对这个MACD，所以说要那个注意风险。那么如果说你手里有它仓位的话，呃，那你就看你这个财报之前是不是要减仓啊，还是要做对冲啊？这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Palantir，Palantir 的话是10月3号，就是周一。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没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它是周一盘前出财报。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这个周线上是非常牛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300，这个20.33这个回落刚好没回到这个周线这个中枢里面，周线的中枢上沿20.24，非常牛的一个300，然后从起涨点16.14的话是一个1、2、3、4、5，所有的这些都在这个周线第5笔里面，而且我们之前也比较过，第5笔还没背驰，已经突破了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说跟3比较的话，5是不背驰的，但是5走的明显。你看它的内部有回落很多，然后这个涨跌都是，这个叫什么玩意儿？这个特别的频繁。像前面的话，它是涨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后面的话是回落涨的都有，所以说后面明显更难一些。那么这只是这个在周线上简单看一下，那么周线上也没有出现顶纹型，就看那个下周它也可以继续延续的，对吧？不是说它现在这种结构走的没有前面那么流畅，前面这里走的就相对流畅一些，那么它也可以继续往上走，然后一个回落回不来，
就是碰不到这里的话，还可以有第7笔。那我们现在简单测一下的话，如果说周一财报不好，那么如果说往下砸的话，从这个收盘价到这个125.41的话，37%呀，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只要不能够碰到回落这一笔，只要碰不到125.47的话，都会在这里做中枢，甚至再打高点也可以。那么下面是 A 大 A，这里做大 B 也可以，对吧？那就是如果说出现回落的话，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周线上有个跳空缺口，这是在周线上，我们再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这个结构也是相对挺饱满的，从这个66.12上涨，这1、2、3这个3笔作为进入段，然后2次回拉，这个回拉的这个非常的技术。我们之前我一直说就是说有机会解它的那个分解它的这个图形的时候，我就提过，就这一段的回落的时候，在这里它一直没有这个跌破一个低点，它之前是出现过一个快速出现过强顶分型，但是这个最低点一直没有被跌破，它一直在这个空间里面在那震，直到这一天10月22号这一天跌破了这个这个日线顶分型的低点，才出现了一个回落一笔。也就是说，跌破了这一笔之后，它快速回拉，然后出现新的一个。我在这里讲这个的那个原因，就是说，你想抓拐点的话，其实也不难，对吧？你一定要知道它出现什么情况，是这个在技术上是有意义的。前面也出现过回落，但是并没有跌破前面那个低点，其实它并没有出现技术上的一个转变。但直到10月22号这一天，那么出现了日线中枢啦，然后开始走离开，对吧？你也可以先测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这就是比较一下力度。等比例在240.49，如果说从周五收盘价到这个等比例的话，20%，对吧？如果说帕兰蒂尔这个财报还有指引都特别好的话，那涨20%也没问题呀。所以说到240，这是这个往上走。如果说往下来的话，那就首先要回到中枢里面来吧，对吧？我们如果说它往回来，我们测一下，我们把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那么测一下空间，10%，对吧？那么对帕兰提尔现在它的波动是相对比较大的，10%上下的一个波动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就利用这个我们刚才跟那个禅师文章里面学的嘛，中轨来判断这个强弱。如果说在中轨之下，那你就要小心这个走反向了，对吧？这还有这个120天线、200天线，那么到120天的话就更大了，20%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下面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就要看这个财报的一个趋势。往上走的话，那你可以再拿一拿，毕竟它 MACD 还是偏强的，就是这段 MACD 是一个张口状态往上走的，所以说，往上走的话，那就看240那个位置，我们刚才已经测了240。往回来的话，就先看是要回到中枢里面来，对吧？回到中枢里面来看它再弹一次，再弹一次，这个就是非常关键。如果说弹的不能再次突破204的话，就会出现二卖，看它是不是要走反向，甚至是就在这里震也可以，把这个中枢震大了也可以。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Palantir，然后看一下 Marathon，这个也是频道里面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我们之前是讲过它的。那么它主要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通道，在这个周线上，或者说日线上也可以，就是看它的日线的话，从这个起涨点9.81，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通道。这个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也说了，对吧？现在是，离通道下沿比较近。然后我们看裸 K 的话，它离这个120天线还有200天线都非常近。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两根均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这里的这个回落的话，现在次级别我们也分析过，我们再看一下，简单说一下，先测一下空间。如果说回到这个120天6%，200天12%，对吧？这个空间相对正常，对它这个盘子比较小的这个股票的话，这是10月4号，也是下周二盘后。然后它的次级别我们之前是分析过，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然后离开。然后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你是可以参与这个小的反弹的，因为它的内部有2个小中枢啦。但是呢，
这个特别小，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你能不能够参与，就看你能不能看盘了。那么就看这一笔的反弹什么时候结束，回不去的话，还是这个1小时的一个三脉，那可能再次跌破，也就出现一个反整背驰，那可能这个位置你可以多进一点，甚至它可以直接走反向也可以，对吧？那可能就要到这个财报之前了。但是如果说除了财报之前，它直接拉回去了，甚至是继续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说就是在小周期的时候，你需要配置仓位的，比如说在5分钟上，现在看在这5分钟，它已经回到前面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对吧？5分钟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现在直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这是一个比较在小周期上是肯定是强的。那么看这里是不是给了一个二买？那么这个二买，你其实如果说在财报之前出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应该配置一点，因为它完全可以走反向的，就是直接再往上走。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不配置的话，那可能就要跳空缺口上去了，对吧？但是呢，你又要防止它，比如说在财报前在这个位置，然后财报出来之后直接跌破这个也可以。所以说你这个，因为它级别太小了，所以说这里二买这个位置这个仓位你就不能够配置太多。这就是两个方向都可以，但是呢，你看你这个仓位的一个配置。再看其他的 UPST，这也是我们之前这个频道里面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家在频道里面问的比较多的。那么它这个挺有意思在哪儿？现在这个最低点11.93，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就说11.93这里只要不被跌破，那么它在这里就可以演变出来一个结构，然后可以往上走，或者说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往下选。但是11.93这个最低点现在就是一个防守位。那么它在月线上的话，就是构成了一笔向上，这个一笔向下现在还没有这个完成。那么如果说它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96.43的话，也可以啊，那就是这一笔没结束，对吧？所以只有新的一笔生成，我才能说前面这一笔结束。那么现在就是处在一个中阴状态，没有方向。还有一点就是它现在这个月线上刚好在零轴这儿趴这儿了，看到没有？这里面是很容易爆发的，可以往下爆发，也可以往上爆发，就是一个方向性选择。对这个公司来讲，可能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选方向的位置了，可能它的这个基本面。那我们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周线上就是11.93，这里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主要那个变化就是这个周线上出现了一个三买。这个55.2这个回落呀，刚好对这个中枢的话是一个三买，所以说你就必须要现在要断开来看，从11.93到96.43，这是一个结构，一个中枢，然后一个三买，这就完事儿了。我现在就是要往反向看，那么这个反向呢，从这个96.43，这是如果说是这个进入段的话，那么现在只有一次回落，还可能有一次回落，然后再下来，那么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个月线上那个回落那一笔，那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月线的一个大二买。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反弹一笔，还是说前面这一笔的向下延续，再次跌破31.43，以这种方式也可以构成月线上那个大二买。所以说呀，就是比较tricky 的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要比较一下三段的话，哎，等比例22.27，从这个收盘价到这个价格51%，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对吧？那么因为现在又刚好又在这个两根均线，我们看一下裸 K， 200周、120周都在这个位置。如果说这里能够撑得住、弹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再看它这个上面有没有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0.382%，27%到0.5的话是40%，还是空间比较大，所以这个小票它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它的内部能不能够有希望，是不是挺饱满了，是不是可以反弹一次了，对吧？那么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其实还是挺饱满的。从这个87.30的话，一笔进入段，然后一次反弹、两次反弹构成中枢，这是非常典型的，或者很多图形上都有这种结构。从最高点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两次反弹，然后直接往下走，然后到了这里给了一次反弹，还成了一个三脉，然后又再次向下跌，就出现三脉之后，
再次出低点，或者说出现3买的话，那再次出高点，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么现在又出现新低了，其实这个结构是相对挺饱满的，有进入段，有中枢，然后有3卖，又出低点了，这个结构很饱满，相对挺饱满了，已经可以结束的，对吧？那么如果说要是走反向，那么立刻在周线上，日线上又出现了这个均线的一个压制，200天25%。120天30%，对吧？25%到30%的一个涨幅，除非是力度特别强大，直接突破30%的一个，直接站到这两个上面之上的话，那你一定要进了，因为它这个那个选项的这个就是转折的力度太大，就说明这个基本面肯定出现了重大变化，它的财报里面，对吧？那么这个的转向你要跟着上来，因为从大周期上看的话，那其实就是11.93上涨没结束，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继续往上走，然后又在这个零轴这个位置往上走，那一定要跟得住它，对吧？但是如果说不能够突破这2根均线，只是到了这2个均线这里受阻了，那你要注意了，这里是不是这里是一个 A 中枢，然后在这里做一个 B 中枢，然后出现一个扩张的中枢，继续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说，简单的就用这2个均线就可以帮助你来判断是不是要出现大的变化，还是说只是一个这个强势反弹，然后继续往下走。好了，这是针对这个 UPST，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ARM，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说过几次。那么呃那个什么，它主要的问题我也说过，它就是软银的这个持股量比较大，因为软银这个可能占90%以上的这个持股，说明它这个盘子就是外面流通的股票很少，让它的盘子无形中变小了，那么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结构又非常简单，现在看的结构是这个周线上，周线上，然后一个进入段，然后1、2，这是我这里写了一个7，也就是现在是第7笔，这是它的第7笔。那就看这个财报是我们看一下哪天，11月5号，周三盘后，对吧？那么在周线上，它又是一个第7笔的一个这个状态，但是呢，又离这个中枢上沿太近了。然后这个 MACD 现在没有出现强势表达，如果说拉不上去的话，那可能就再回来。现在这个价格，但是现在好就好在它现在在这个趋势线之上，就是这几个高点连线有这么一个趋势线，现在是在大致上。如果说上不去的话，那可能就再回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如果说到中轨20%左右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么，如果说再拉回来，这就是一个1、2、3、4、5、6、7、8、9第9段，就这个位置是第7笔，那是它这是它第8笔。如果拉回来9的话，那看它到9段之后升级之后能不能够往上走，对吧？所以说就看这个财报的一个处理，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最后这一笔的内部，它的内部也是127.03，1、2、3、4，这可以是第5笔，但是呢，它的第5笔现在只有4根 K 线，它如果说现在这个回落先形成一笔，比如说下周一直接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165.3，如果说选择跌破这个低点的话，那就先回落够一笔，那你前面这个就要调整了，就是说这一段的上涨要调整到这里来，然后这是新的一笔回落，也就是一个1、2、3、4的回落，然后到了财报了，还可以继续走5的，对吧？所以说就是看它是不是在这个财报之前，因为它是财报是周三才出，周三盘后出，那么它有3天的时间在这里要跌破这个165.3的，如果说这么选的话，但如果说往上走，然后不跌破这个165.3，然后等到财报了选也可以，要么往上选，要么往下选。所以说，如果说只是在这么一个短的一个区间之内没有出现选方向的话，在财报之前不选的话，那其实还是比较难操作的。但是它主要就是离周线的这个中枢太近，就是这段现在没有看到强烈的力度，就财报之前起码公司可能是这些机构也比较谨慎，所以针对它的话就是看你，如果说你的这个，因为如果说你是长期跟踪下来的话，又是这么大的一个中枢震荡，
这个成本应该比较低了，对吧？那么它现在又到了中枢上沿的话，我先减一减也没有关系嘛。如果说财报好往上走，我手里有底仓，再回来我再买回来，对吧？毕竟它现在是在这个中枢上沿的位置。如果说你用这个中枢震荡的话，你先不管它背不背驰，我就减一点也没有关系，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看你一个个人的操作风格。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